Hello，大家好，我是 Susan， 欢迎来到我的花园。感觉很久没有跟大家见面了，大家还好吗？在过去的小半年时间里，由于工作和生活上的原因，我暂停更新了一段时间。不过在这段时间里，其实我也一直都在思考我院子该往哪个方向走，以致我也在不停地努力地去调试不同的植物。希望这些新的植物能够更好地适应我院子的环境。那今天就让我来带大家看一下我对我的院子进行了哪些改动，以及我对未来2025年的一些新的期待。那我们开始吧。那首先来给大家介绍的是我这一个北向的花坛，也是我今年对它做改动最多的一块地方。熟知我花园的朋友可能也知道，我这一个是一个面向西北的花坛，没有很宽，大概5个尺1.5米左右。在这里我种过许多的月季如果翻看之前的视频可以看到，我曾经在这里尝试种植10种不一样的月季。其实我最初开始种花的原因是真的因为我看到了奥斯汀的玫瑰，它真的很漂亮。所以我从第1年我什么都不知道，一个小白新手的时候，我就一口气大概是买了有30-40颗裸根吧，然后在这里拍了10颗。那时候真的是充满热情，我觉得我不管它的日照还怎么样，只要我浇够水施好肥，它一定能够长起来的。也确实他们奥斯汀的月季也是挺耐阴的，但是很多时候光是水和肥，其实这些都不是最根本的因素。最根本的因素其实是光照。这个位置真的1年来，从10月到次年3月，它就顶多就是这样的明亮的散射光，因为它就是朝北向呀，你很难期待在这样的光照条件下月季有很好的复花。因此在这一片的花园里面，它们大概是6月、7月是它的顶峰，7月往后它的复花的情况就不是很好。这并不是施肥就能够解决的，因为光照才是开花的最首要的因素。那在这个位置我陆续挖走了好几颗月季，包括一颗是瑞典女王，也还有是波塞冬。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都替换成哪些植物。首先这里有一颗是台湾的点油草，应该是这个名字吧。它很漂亮的有一个花叶，有点像是富贵竹的样子，但它不是，它能够开出紫色的花，不过现在并不是它的花期。我把它放在了原来瑞典女王的位置，而在它的后面呢，我是种了2颗草花，是2颗蕾丝花。而在原有波塞冬的位置，我就替换成现在的这一个无敌贝拉安娜绣球。它因为最近下雨的关系，它都已经花都要谢了。我们其实可以把花头给剪了，这样的话能够让它把营养集中在根部的发育。因为我第1年种，我也不是很确定它的习性，所以我决定先把它对半剪，然后把能量都集中用在根部的发育。另外一个好处呢，就是修剪以后呢，它就不用遮挡阳光，因此它可以后面的我一些小苗它就能够长起来。有一个还是挺漂亮，这个可以做干花。在贝拉安娜旁边的这一颗，我本来也是想把它挖走的，但是后来觉得它其实长得也还可以。我就把多余的一些枝条给修剪了，只留下这个主干。它是奥斯汀的克莱尔。而在这里面的间隙中，我就种植了这个是铁块脂，我就把它地栽在这里。铁块脂是冬天开花的植物，不过去年因为我一直没有换盆，它没有长得很好，那先把它地栽在这个位置。那边还有另外一颗铁块子，你可以看到它新芽要长出来了。后面的这棵枫树，它的叶子已经落下了。在这里我是新种了一个是虎尾冬青，
这2棵是毛地黄，还有后面的一个是花叶的绣球。它原来在另外一棵大树下面真的长得很不好，我现在是把它挪到这个位置，是期望它在这里能够有比较好的光照。那除了对这一个半阴花坛的改造以外呢，我新的一年的最大的期待其实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一片花坛。在这里我播种了许多没有尝试过的草花类的植物。现在看到的这一个呢，就是已经是长得比较好的，这几棵是紫罗兰。关于播种，其实今年我是第1年尝试这个紫罗兰，其实是从9月开始播种的，你就会发现它长得就很好。比它晚1个月了是这边的紫罗兰，这边是从10月才开始播种，它就明显长得比较慢啊，因为始终是光线啊、温度的原因啊。在这些小叶子，这些是洋牡丹，期待在明年4月份的时候能够有收成。我说今年我觉得改造的比较成功的一个地块，就是现在看到的这一个背阴小径的花坛在这里没想到今年能够给我漂亮秋色的是这一个绣球纱枝小姐，它的叶片能够变成这种红色，持续的时间还挺长的，现在已经有1个月了，它持续了红色1个月，非常漂亮的一个颜色。不过今年的纱枝小姐其实就仅仅开了2朵花，残花我都还没有剪呢，就是这2朵3朵。纱枝小姐很可能它是老枝开花的品种，因此呢，现在这些枝头就不能够修剪了，这些应该在明年都是能够变成花芽的。那在纱枝小姐的后面呢，是高山杜鹃 Percy Wiseman，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它复花的花苞，这些圆圆的其实就是它的花苞。去年1整年可能是它刚适应这个环境，它在花期4到5月的时候其实是没有花的。然后我一直在纳闷，难道是这个光照不够吗？原来它是需要时间去发育它的花蕾。然后在今年的夏天的时候，我就发现，它的花蕾就出现了，就是这些。它在这里似乎还长得挺好的，它的株型不大，挺小巧的在这个位置，很不错，很适合整个气氛，而且它规整的叶片跟前面的纱枝小姐以及后面的这一棵鼠刺都能够形成一个对比。那今年的另外一个秋色，就是我后面的这一棵，这个是一个鼠刺。鼠刺在春天的时候能够开白色的絮状的花现在它的秋天叶子也逐渐变成了红色我稍微觉得这个位置对于它来说有一点点太阴了。过去1年它有生长，但生长的不是很茂盛，我又在想要不要给它换一个位置，不过暂时可能它还是会放在这里。想说一下后面这个亮黄色的小花，它其实是这一个无风草的花。这个无风草它很适应在这个树荫下的环境没想到它能开出这么漂亮的花。它大大的叶片也是增加整体的层次感。因为我们的高山杜鹃是这种墨绿色的叶片，很规整，后面的这一个是比较飘逸的红色的叶片，那加上一个很大体积的无风草，那整体就会很丰富。除了无风草以外，它前面的这个黄绿色的还有一个苔草，后面的花叶的即将开花的瑞香，长得很茂盛的这一个是波士顿蕨草。所以这整一片下来，我觉得我选对了植物。虽然它们不是月季，1年当中绝大部分时间也不会开花，但是它能够给我还是很漂亮的一个景色。因此我觉得这一片我还改造的挺成功的。那再说一下我的这个月季的种植区，其实这一片是我家真正适合月季生长的地方，因为它朝向南面，然后每天都能够接受至少6个小时以及以上的光照。不过比较可惜的，这一整片区域它都是地面是硬化的，因此我就只能够是用盆栽去种植。因为加州的夏天实在是太热了，因此
我现在是有意减少这一边盆栽的数量，因为这里呢，是没有办法连这个自动灌浇系统的，因为它在是一个木台上面。为了美观，还有其他原因，我就都是手动去浇灌。我在来年最有可能的是这一片，只在每年的10月到6月之间放在这里靠天吃饭，基本不浇水，或者是2、3天浇一次水的频次。到了6月，就是第2波花结束以后，就赶紧撤退了，把它全部搬到树下，就像今年一样，然后让他们在树下蹭这个地灌，要等到整个夏天过去了，安全度下了，我才把它搬出来。所有人可能就看春花和秋花，夏花我就直接就跳过。我觉得这是一个我接下来会尝试的一个方式，因为我觉得除了花以外，人也很重要。我可不想为了天天给他们一天浇3、4次水，然后让自己晒成黑炭，我觉得这也没有必要。所以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些想法吧。现在我就更加的佛系了，我觉得顺应就好，合适的地方地栽，如果他们不适合月季，那我就种别的。那适合月季的地方，如果不适合度夏，那就不度夏，那就放树下。希望大家也能找到合适自己的种植的方法，不一定要死磕某一类植物，开心就好。那希望今天的节目大家会喜欢，我也祝愿大家在2025年花开满园，越来越美。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